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已故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的故事。英雄自古出少年，李兆基在小的时候就是生意天才，而且精于心算，能够权量利弊，快速做出决策。在讲李兆基如何靠洗钱发财的故事之前，我们先讲讲李兆基如何死里逃生的故事。1938年10月21日，日本攻陷了广州后，逐步向周边的地区扩张。李兆基的家乡在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是广州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较为重要。1939年2月，日军的一支部队从广州出发，进入顺德境内，并攻占了李兆基所在的大良镇。由于顺德是典型的水乡，地势复杂，日军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整个顺德，各方势力混杂，治安出现管理真空，民风崩坏，打劫抢掠时有发生。李兆基家里的金铺更是高危行业。李兆基提议父亲在金铺的门口贴上一张红纸，上面写道：本行某月某日已被劫持一空，请移寓部到别处去。其实李兆基家里的金铺早已偷偷地移到有高墙铁门环绕的货仓里面经营。到了下午关门回家时，父亲李介甫就把钱用布条包成一条腰带，然后绑在李兆基的身上，以小孩的身份来掩人耳目。1939年的一天，父亲把刚收回来的一大笔钱绑在了李兆基身上，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7、8个人跳出来持刀打劫，威胁李介甫把钱交出来。11岁的李兆基趁着坏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父亲身上的时候，撒腿死命跑，不料还是在一个断路的小巷里被拦截下来。李兆基马上从身上解下了鼓鼓的钱袋子，举手交给了坏人，最终得以平静离开。李兆基多年以后提起这个事情，都很坚定自己当时的快速决策是对的。当天他回到家里，对父亲说：钱很重要，但命更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97年的9月29日，香港商人郭炳湘独自开车回家。郭炳湘是香港郭氏兄弟中排名老大，凭借新鸿基地产的巨大成功，郭氏兄弟3人团结不分家，在当年合体击败了以一个人名义参加排名的李兆基，成为香港第2大富豪，而李兆基排第3，李嘉诚则是第1。当郭炳湘开车快到香港清水湾道豪宅时，早埋伏在附近的张子强以及其同伙持枪出现，把郭炳湘强行绑架，关在新界的一间村屋内。郭家的家风勤俭惜财，面对张子强这群悍匪的要求20亿港币的赎金，郭炳湘据理力争，并豪言威胁张子强。郭炳湘忍受着丧心病狂的张子强以及同伙的残忍殴打和折磨。据郭炳湘回忆，他当时被绑匪脱光了衣服，塞到了一个木箱内，木箱上只有几个小孔，里面的空间也不大，郭无法从容地躺下或坐着，而是蜷曲着身体保持着跪姿，只能吃叉烧饭以及喝水，甚至连大小便也不能出去。面对张子强的勒索，但郭炳湘家人坚持要听到郭炳湘亲自说话。郭炳湘在饱受煎熬了2天后，实在扛不住了，终于开口与家人通话。其后，郭家人与张子强经历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模式，最终以赎金6亿成交。经过6天难以想象的折磨，郭炳湘终于获得了释放。郭炳湘回家后，遭绑架及虐待的恐怖经历令郭炳湘的身心受创，并因此患上了抑郁症。此后，郭炳湘在事业上被边缘化，逐渐被淡出家族生意。李兆基面对金钱和人生的决策困境时，少年李兆基却是那么的豁达和看得开。李兆基11岁那年被打劫，可是损失了一笔不小的钱，足以令李家的生意艰难好长一段时间。但李兆基却说，钱只是一个工具，能帮人过上好日子，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钱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人。在钱与人的决策中，李嘉诚也和李兆基有非常相似的理念。当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儿子李泽钜时，李嘉诚仅用了5分钟和张子强谈好了10亿赎金。
在谈好后，李嘉诚再多给了3800万港元。李嘉诚这一系列的快操作，令儿子李泽钜被绑架后24小时就回到了家，毫发无损。少年李兆基有一个信念，只要人在，钱掉了还可以再赚。当年李兆基的家里经营2家店铺，分别是天宝荣金铺和永生银号。金铺是买卖黄金的，而银号是从事外币汇兑买卖业务的。在广州沦陷到日本人手上的期间，沦陷区依然通用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当时称为法币。法币是国民政府官方货币，在战前已经广泛流通，人们对其价值较有信心。广州沦陷后，日本试图推广军票和伪币，例如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券，但是由于缺乏黄金储备支持，而且印刷过量，导致严重贬值，民众不愿意接受，因此老百姓还是倾向于使用法币。但由于不是当地的正式货币，如果是旧的法币，例如出现破损、污渍，特别是褶皱等，大家会担心这些旧的纸币难以再流通，因此会以折价流通。在那个时候，一般用旧了的法币只能按照面值的6到7折流通。有一天，12岁的李兆基出门，偶尔看到隔壁的邻居在洗衣服，突然灵机一动，他马上去父亲的永生银号要了些旧法币，在家里做实验。然后他发现这些旧法币可以用清水浸泡，去除法币正在使用过程中的污渍，使用毛刷沾取少量淀粉浆粉液，均匀地涂抹在纸币表面等等。经过好几个步骤之后，静待1夜，纸币就会干燥而且平整。李兆基经过多次实验琢磨，终于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适当的配方把旧法币洗成了能按面值流通的法币。就这样，李兆基发动永生银号的伙计们以面值6折、7折收回了大量能够被处理的旧法币，经过一番洗钱后，以全额的面值兑换出去。这个洗钱的生意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为永生银号赚了一大笔财富。李兆基大脑灵活，而且说做就做，做事有魄力，有执行力。1942年，14岁的李兆基已经成为了金铺和银号2间铺头的首席买卖员，这可是非常不简单的，充分说明李兆基的能力以及父亲对他能力的认可。当年治安不好，很多生意人在交易的过程中不方便随身携带钱，于是非常流行银票，也就是像李兆基家的永生银号这类似钱庄的金融服务商，以委托人存入一定的金钱到银号的前提下，银号开出等额的票据给委托人，之后有人拿着这个票据过来，对好暗语密码，便可以取得票据上标明的钱币。这样的票据流通安全，很受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商人欢迎。这样的业务在永生银号开展得很不错，票据生意红红火火。这种票据发挥了一种货币的作用。这时被为日本人执行金融管理的汉奸发现了，汉奸警告李兆基他们说，这是非法发行货币，是要坐牢的。这个事情的确很严重，眼看着就有人要上门抓人了。李兆基的父亲李介甫很是害怕，在家中正腾腾发愁。李兆基对父亲说，不要怕，这些人在国难期间为日本人做事，说明他们只是一些好财之人，只要我们给些钱他们，事情就会被摆平了。事后果然如此，李介甫用钱摆平了事情，而且搞好了关系，使得永生银号的生意更加稳定发展。生意好到了李兆基家产生了要去省城、广州开分店的念头。1943年，父亲起身去广州拓展业务，把老家在顺德的2家店铺交给了李兆基打理。这时李兆基才15岁。李兆基对人性的理解是中国旧派商人的作风，就是讲究人情世故，与新时代生意动不动就讲原则、摆规矩不一样。日后成为香港地产大亨的李兆基，是香港有名的收旧楼重建的高手。具体的故事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过。香港旧楼密密麻麻，插针都难的高密度旧住宅，李兆基是怎么知道哪些旧楼要出售呢？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旧楼的业主刚有了出售这个想法时，或者还没有出售的想法时，李兆基就能知道相关信息。
原来李兆基一直对地产经纪都很好，给足报酬，给足佣金，从来没有亏待过帮助过他的地产经纪，甚至是打扫物业的阿婆，只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给李兆基的团队，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久而久之，李兆基对人好的名声在外，一些旧楼的业主患病，刚送进医院急救，这边就会有人告诉李兆基的收楼团队，李兆基待人宽厚，有钱大家赚的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肖金月从1952年开始帮李兆基打理生意，一直到了1959年，肖金月向李兆基辞工，说要去新加坡开发工厂。李兆基虽然很不情愿失去一位老帮手，但仍很大方地答应了肖金月的辞工请求，并说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能帮的我一定帮。肖金月暗暗一喜，说我正有事要找你帮忙，我还缺3000元生意款。在1959年，3000元港币可以在香港九龙区买一个50平方的小公寓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下李兆基一口答应，借给了这位老员工3000元。多年以后，有一次李兆基到新加坡出差，并拜访了这位已经在新加坡成为了成功企业家的肖金月，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临走前，肖金月塞给李兆基一个厚信封，李兆基在机场打开信封，里面装的是3000港币，一分不少，一分不多。时隔多年，当年的3000元没有加上1分钱的利息，完完整整的3000元又回到了李兆基手上，而李兆基也只是欣然一笑，也就过去了。还有一次，李兆基的律师在1980年期间，因为准备合同时疏忽大意，导致了李兆基要多给对方几百万港币，这是工作上的失误，理当要向该律师赔偿的。如果李兆基起诉这个律师，律师保险一定会赔偿李兆基损失，但李兆基并没有这么做。后来这个律师一直在帮李兆基做事，李兆基手上的员工很多都是跟了李兆基几十年的老员工，例如负责帮李兆基搞建筑的梁生，梁生深得李兆基信赖，作为李兆基的左右手，恒基兆业地产的执行董事，梁生一直跟随李兆基到退休，照顾和信任老员工，讲人情味，这是中国旧派商人的作风。随着李兆基的去世，这些商人也是越来越少了。但并不是所有旧派商人就是这样对人落落大方的。香港新鸿基地产大亨郭德胜是早期李兆基的生意合伙人，是多次成为香港首富的郭氏兄弟的父亲。郭德胜勤俭持家，一向很节省。上面提到的被张子强折磨了6天的郭炳湘，就是郭德胜的大儿子。1960年代，郭德胜还未发达，住在香港北角的丽池大厦，有一个邻居的小孩。郭德胜看着这个小孩从小成长，感情甚为深厚。到了80年代，郭德胜已经是城中大富豪，他的新鸿基地产已经是香港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郭德胜与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共同被列入香港4大顶级富豪。当时市面上有很多郭德胜的新楼房出售，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小孩已经长大成人，正打算买郭德胜旗下新鸿基地产的一处小单位。有一天，这个郭德胜的邻居几经周折到了郭德胜的办公室。郭德胜见到这位昔日的邻居，甚为感慨，激动得相拥流泪，叹息时光飞逝。两人相谈甚欢。离别时，邻居说：“郭叔，我其实想买你其中的一个单位。”话没说完，郭德胜大声说：“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老邻居怎么能不照顾一下呢？你放心。”郭德胜当场就豪爽地吩咐秘书，大声叫道：“给这位邻居2%的总价优惠。”同一个时代的李嘉诚也同样遇到在未发财前认识的老邻居上门谈旧情讨折扣，而李嘉诚同样是热情洋溢地接待了那位老邻居，并对这位想买一个长江地产所出售的公寓单位的老邻居语气深长地说道：“你真的好有眼光，看中这个楼盘这个单位，现在这个楼盘销售很好，单位所剩无几啦，要买就要快点才行。
我建议你连隔壁的单位也一起买了，隔壁这个单位单价更高，但是作为相识多年的老邻居，我就不额外加价啦，就按照你原来买的单位价格乘以2，卖2个单位给你，这个价格好抵的，相信我，我没有骗你，香港的楼日后一定会升值的，你一定会感激我的。那邻居进入李嘉诚的办公室后，一握手，手还在，但钱没了。而且本来只打算买1套，结果在没有额外折扣的情况下，这位邻居还多买了1套。但是日后确实如李嘉诚所言，香港的楼价节节高升，那位邻居也确实是真心感谢李嘉诚。李嘉诚是香港4大顶级富豪中最精明的销售员，而同时代的李兆基也是最实实在在的销售员。关于李兆基的故事，我们有机会会继续聊。我们从了解李兆基的故事中学习和体会老一辈资本家的发家过程和他们独特的性格品质，也顺便了解了社会的变迁和大时代的发展。好了，这集就到这里，我是33，请订阅我的频道，了解更多的智慧人生。制作不易，真诚不减，给我留言，写下你的感想和意见。我们下次再见。